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3月23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3月2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199.30，收盘价是191.15，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00.66。最低价是在190.95，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0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上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1.504亿股，与前一个交易日的成交量基本持平，量平。KD 值我们会看到开口变小，快线的方向向水平方向发生转折，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上行走势在减弱。MACD 开口变小，双线是趋于合拢，那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更微小的红柱，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多头回档后出现反弹，遇到了阻力。因为我们会看到这个快线也是由向上的方向，然后向水平方向发生转变。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3月22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长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横盘突破后上涨的位置。那我们会看到，在前一个交易日的这根 K 线是一个横盘突破，宣示要上涨的 K 线。然后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马上就出现了一根实体长红 K 线。那这根 K 线它所在的这个位置是止涨的信号 K 线。也就是说，股价有可能会出现向下的回档。那么这两根 K 线如果放在一起呢，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双线的一个 K 线组合。那么这样的 K 线组合，如果是在相对高的位置它是股价反转向下的一个 K 线组合。那么日后呢，我们要关注两个点。那股价只有站上右边这根长红 K 线的最高，也就是200.66，那只有站上它，股价才能够继续上涨。那日后股价如果跌破了这两个 K 线组合左边长绿实体的 K 线的最低，那我们把缺口也加上，也就是186。如果股价日后跌破了186，那我们说股价将会出现反转向下，也就是开启一波下行的走势。那当然呢，也有可能股价会在这两个 K 线组合的最高和最低之间进行横盘。好，这是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3月2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收盘价会在199附近。那另外一个可能呢，我们给出了两个方向，一个是会出现上涨，收盘价会在204；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会向下，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193附近，在这个位置。那实际在3月22日收盘价是在191.15，那我们会看到股价出现了回档。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这样一根实体长红 K 线，它是一个止涨的信号 K 线。那也就是说，后续股价可能会反转向下。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下行。那对于3月23日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76，176也就是这一波
股价上涨的起涨 K 线的最低。那我们会看到，股价如果下行要到达176，各条均线值和缺口呢将是支撑。那么我们把这些均线值累积在一起呢，下限是在182附近，也就是从182一直到上方的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191，在这个区域都是强支撑。对，好，这是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176。那如果176被跌破呢？那我们说将会建立短期的空头，也就是这个是底。一旦后续股价跌破176，会出现另外一个底，也就是会出现底底低。那么跌破176，建立短期空头，然后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64。164是股价出现回档之后的这样一根起涨 K 线的最低。好，那当然164如果被跌破呢，那接下来股价将会进入一个深度的回档。那这样一个深度的回档呢，我们是基于1月6日到2月16日这一波涨幅的中线，我们会看到是在164附近，也就是跌破它会进入对于这一波涨幅的一个深度的回档。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38。好，这是股价的下行3个目标：176、164和138。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那股价上行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00关口。我们说只有站上200关口，股价才能够继续反弹。那在前一期视频我们提到过，也就是在3月22日开盘之后，在前一日 K 线的收盘，也就是197附近，一直到上方的200，在这个位置是有非常强的压力的。那实际在3月22日，我们也会看到它是一个高开盘，然后呢，在200关口附近就遇到了压力，然后股价是一路向下，那并且是收在低位，并且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跌破了前一日这个实体长绿 K 线50%的成本线。如果我们把缺口加上呢，恰好是在50%的相对低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们会看到空头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在3月23日股价如果上行啊，我们说在200关口依然是会有很大的压力的。当然日后股价如果能够站上200关口呢，将会出现一波新的上涨。那继续上行的目标就是211和217。那目前我们说200关口是非常关键的位置。好，这是股价的上行。那对于3月23日在盘中，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点，是在189。我们把这条水平线下移到189这个位置。好，189呢，我们会看到实际上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和5日均线值重合的一个位置。那在盘中我们要关注189，也就是如果股价在189上方运行啊，那是很容易继续向上的。但如果在盘中股价是在189下方运行啊，然后收盘价在跌破这个位置，实际上也就是又重新跌破了5日均线值，那么股价日后很可能会继续下行。好，所以189是我们3月23日
盘中要关注的一个点位。好，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我们第一个技术上的操作建议是在3月14日5%建仓抢反弹，然后在3月21日这根宣示上涨的 K 线收盘价，我们加仓10%，也就是累计15%的仓位。我们的目标是做多，要把仓位加到满仓。对，那么满仓是指的加到50%的仓位。对，那么止损是在186这个位置。那在3月22日收盘价并没有跌破186，所以这15%的仓位是继续持有的。那对于3月23日这样的一个仓位，我们依然会把止损位设在186。因为只要不跌破186，股价是继续有转多的可能的。好，这是第一个操作建议。另外一个操作建议就是在3月21日的收盘价，也就是在197.58附近，我们给出了进场抢反弹的操作建议，也就是5%进场抢反弹。那么在3月22日，我们给出的是止损是守188，是这根绿 K 的最低。那在3月22日，股价并没有跌破这个188这个位置。那到了3月23日，我们说这个抢反弹的这个，或者说叫抢反弹吧，我们叫抢反弹的这个第二单止损位依然要守188，也就是跌破了这根绿 K 的最低，要即刻出场。好，这是技术上的两个做多的操作建议。接下来我们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那空头在3月23日开盘之后，在191一直到上方的200，一直会有空单进场或者是加仓，所以这个区域是压力是非常大的。那在这个区域进场的空单，他们的目标一定是176，在这个位置和下方的164。那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200关口。所以我们说，如果有多方力量的介入，能够把股价推动向上，如果能够站上200关口啊，那我们说股价将会在这个地方或者日后的交易日会出现一个实体长绿 K 线。对，所以一旦站上200呢，我们认为会有很多的空单是回补的，会促使股价有一个急速的上升。好，那我们继续向下说。对，那接下来我们来看3月23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200关口，第二个压力位是211，第三个压力位是217。那下方的支撑呢，我们要依次来说一下。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187到190，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189附近，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从183一直到184，在这个区域。然后再加上这个缺口，
所以第一个支撑呢是一个很宽的范围，是从183这个位置一直到190。所以我们会看到下方的支撑是非常宽的，当然它们也都是强支撑。那第二个支撑呢是176，第三个支撑我们给出是167，是在这个位置。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3月2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横盘。如果出现横盘，它将是一个低开盘，或者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下方会到达185，在这个位置，然后上方最高会到达195.5，在这个位置，然后收盘会收在192.5附近，在这个位置。好，这是第一个可能会出现横盘。那另外一个可能呢，我们依然要给出2个方向。当然，一个是股价会反转向上。那如果股价出现反转向上，它将是一个大幅的高开盘，然后呢，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92.5，在这个位置，上方最高会到达203，收盘会收在199.5附近。那它的条件是必须是大幅的高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92.5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反转向上。那这是向上的方向。那向下的方向呢，就是股价也将是一个高开盘，然后最高会到达192.5这个位置，下方最低会回补这个缺口，并且一直会到达183附近，收盘会收在185附近。对，那它的条件是股价在盘中是不可以高于192.5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反转向下。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3月23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